現在是早上4點，零下20度。昨天睡了不到2個小時。今天我們要去做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所以現在要去買一些新鮮的肉和蔬菜。今天要去給哈爾濱的環衛工送點吃的和用的。他們的冬天是很辛苦的，為了保障城市能正常運轉，經常能看到他們通宵在清雪。所以我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一下自己的尊重。正好快元旦了，就當一起過個年了。那坦誠講，上汽大眾在聽說這個事情之後，也特別想參與進來。他們提供了一輛最新的途岳新銳來做我們這幾天的出行和運貨的保障車，同時在物資方面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乌雲還挺大膽，頂在頭上吹不散，我抓在手裡捏成棉花糖，什麼煩惱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轉彎，那個風景都漂亮。肉肉疲憊趕上炒大席了，我天，相當於炒了一個6桌的大席。這不是6桌，这要夠10桌吃了。对。你看小狗在叫，樹也會笑，風箏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賞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覺醒來，床單灑滿陽光。這個是最保溫的，裡邊4層。對，那咱一人來這個吧，行嗎？不用急急忙忙說一個答案。笑一笑就燦爛，唱一句歌就舒展，手機一點一滴小美滿，都是幸福的花樣，沒道理的開朗。給我一口吧，有用了給我一口。我去，也給我一口吧，求求了。夠喜歡，至少還有溫柔的眼光，還在夜裡看月亮，心情鋪得再滿。這挺能裝，這真挺能裝。走啊，出發！哇，走了。開始導航。我这天太冷了，快把座椅加熱打開呀！小狗在叫，樹也會笑，風箏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賞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在這兒也是作為一個哈爾濱市的普通市民，感謝大家為這個城市做的付出和貢獻，微薄之力，希望大家能感受到這種牽掛和溫暖。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別，謝謝大家的事兒。下一拿不了的給送一下吧。謝謝。哎呀，應該。我是熱乎的。不客氣，不客氣。慢慢拿，大娘，別着急啊。沒事。慢走，大娘，慢慢走啊。別着急。應該的。我聽說咱們沿線還挺長的，就沿線把大家都放到這個家門口或者附近的這個拿東西就不好拿呀，不行不？啊。這保溫杯效果可好了，保溫飯盒效果也好，平常沒啥事能用一用，大爷。小麗拿家吃不行，見着孩子過年了，孩子分一分。走吧，回家刷碗去吧。先加點油吧，這跑2天都快沒油了。新卡加油中。這車真省油啊，跑了1天才花了幾十塊錢，開起來挺好開的。這車多少錢呢？現在起步價都不到8萬，這麼便宜啊！我過年整一個。發完東西之後，我們去了幾個叔叔阿姨的家裡，他們的生活狀況非常令人吃驚。首先，這是一份沒有休息日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0個小時，要是下雪的話，就得連續24個小時以上在室外清雪。每個月的收入是2000多，乍一聽不少，但是幾乎都要負擔着孩子的學費以及自己和家人的醫藥費。住的房子月租金是80塊錢，衛生間離家裡最近的一個是500米，床是2個椅子和1個木板搭的，因為他們不捨得買床，當然他們也不捨得買肉。我其實還問了他們有沒有什麼新年願望，但是幾乎沒有人能說得出來。我也是在那一刻才發現，哦，原來許願這件事情竟然也是有门槛的。那個下午我過得非常震驚，甚至開始讓我懷疑我生活的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實。但更令我吃驚的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就是我幾乎沒有聽到有人在感嘆命運的不公或者抱怨生活的現狀。那一刻我覺得他們太偉大，能在這樣的日子裡內心依然能開出一朵燦爛的花，他們就是生活的勝利者。
你求2000，求1000。2000呢？够感谢的，够感谢的，谢谢。走了，走了，我们帮不了太多。回家吃饭，你们都冷了，走了。来，给你拿东西。好了，给孩子跟你没关系，过年了。太谢谢你，太冷了，回去吧，去找孩子去吧，走了。我最近打算重启一下2.75年前那个挑戰，就是1000層蛋糕到底能不能做成1000層。根據我們當年的計算，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幹出來的，但是難度就在於2天1宿也是完成這個事兒的最大時間限度。也就是說，不管幹到多晚，第一天我們必須得攤出1000張餅來，這是團長下的死命令。我的這個強度實在是太死亡了，那幹到後半夜的時候人都木了。我當時是抬頭看了一眼凌晨3點的鐘錶，又低頭看了手流水線上的老嫂。當時我就一個感覺啊，我說回來了，全都回來了。等打奶油抹蛋糕的時候，我們同步開了3組生產線，這已經是我們廠子能開出的最大效率，但是依然是杯水車薪，3小時才抹了100多層。好在呀，當時開了會兒直播，我有個幹黃4個甜品店的朋友看着了，他就給我發了個私信，他說你們要是心不髒的話，其實可以試試用手抹。完正等我們琢磨它這招好不好使的時候，手機開始叮咣響，一看原來是微信提醒開獎了。前2天朋友微信給我發了個抽獎鏈接，是拼多多官方為了回饋用戶對百億補貼和萬人團活動的支持，真金白銀做的補貼，入口就在我視頻評論區置頂鏈接裡，反正也不花錢，大家可以點進去試試看，點擊鏈接就能參與。後來我們戴手套試了一下，他這辦法確實挺好用，那抹的是又快又勻，快到我這一桶奶油還沒打發呢，上一桶就已經抹完了。而且這個方法完全可以說是神之一筆，真的，要是沒有它呀，我弟那倆眼珠子今天肯定是因為抹蛋糕扔這兒了。抹完了1000層之後，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怎麼把這幾個碟摞起來。當時想了很多辦法，最後還是感覺用手穩一點。前面摞300層的時候一直很順利，但是摞到第500層的時候它就開始栽歪了。然後我們用筷子矯正了一下，摞到600層的時候依然很穩固，但是到第800層的時候天徹底塌了，就是它已經沒法保持平衡了，而且由於太重了，下面的都有被擠碎的了。最後200層摞的時候就純靠人把着了，甚至感覺一喘氣就要塌。後來量了一下，一共是75厘米高，其實正常應該是在90到100厘米之間。這蛋糕切開還是挺好看的，那比較遺憾的是它沒有完整切面，只有分段切面。做完這個蛋糕那天正好趕上我過生日，他媽摟個這麼大個蛋糕吃，這生日過得可實在是太精彩了。你吹你媽呀！我最近特別想吃純肉烤腸，尤其是那種一咬滋滋爆汁的感覺，想想都爽。但是外面賣的據說好多都是雞肉和豬碎肉做的，那玩意吃着也不放心呢。於是我買了500斤豬肉回來，也就是說時隔2年，就是為了這口烤腸，家裡這條我最近流水線就這麼水靈靈的復燃了。但是做烤腸這事兒大夥都沒什麼經驗，所以我們是全程按照村驢的做法做的。他那個視頻裡多次強調肉一定不能超過10度，問題現在屋裡供暖就將近30度，所以我們就都拿外面切去了，正好把下一個冷凍步驟一起完成了。好家伙，零下10來度的天，從早切到晚，這肉切完了就凍硬了，但人也沒軟不到哪兒去啊。然後在打餡這一步呢，村老用的是家用攪餡機，所以我們也跟着用的這玩意兒。但家用設備吧，它有一個弊端，就它上不了量，這個機器打1分鐘，他媽最少得歇7分鐘，就按這個效率，我算了一下，要把這500斤肉攪勻，最少也得3天。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上商用設備了，像什麼攪餡機、廚師機、徐味奇、丸子機，反正就家裡有啥使啥了。好在換了設備之後，做出來這個肉的狀態和村裡做的是一樣的，我們也就能順利進行到下一步了。但是這下一步進行的卻並不順利。灌腸的時候，我們組了一道超長流水線，本來以為很有效率，但是其實並沒有任何卵用，因為這個環節裡有一個純手工活，就是繫繩。我操！媽的，這腸的每個節點最少得繫2個結才能繫死，這4000根腸最少打了10000個結，後來幹的都想給自己勒死。關鍵繫完腸還得扎眼兒，還得晾腸。就那天時間線是怎麼進行的呢？晚上7點吃完飯開始做那灌腸，後半夜3點灌完了，聽老頭的開始搭蒙古包晾腸，5點發現搭不上拆了，開始組貨架子，6點開始給這4000根腸每根至少扎20多個眼，7點眼也扎完了，腸也晾完了，我回頭一看呢，哎，小天一到大亮，
最後蒸腸的時候也出了不少幺蛾子，趴子上来就失智了，蒸一锅爆一锅，后来给我弟逼的都给肠跪下了，这局面才得以缓解。这些肠蒸完封完又是一宿，等全整利索的都是第4天的早上了。我这一代实在太死亡了。最后的最后啊，我总结了一下子，一共3点。第一点，村驴是神，就是它这个配方，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完美复刻了外卖那种纯肉肠，空口吃都老香了。这要是再配点四川干碟或者是蜂蜜芥末酱，我都能给人香起飞了。第二点，蒸的时候很容易爆，所以对火候、水量和摆放密度都得试好了再下锅。唯一一个可以量化的就是锅里的水大概就是90度左右吧。第3点，这流水线时间长不干手真生啊！最近必须得多开点我最近了，要不然这手艺全废了。这一待我们在一起待了4天，没有一个人加起来睡了超过8个小时，甚至有3天是在一起看日出。我说白了，这要是对朋友来說，这個事兒當然很浪漫，但這要是對於工友來說，是不是有點過於曖昧了呢？我最近有點饞冷吃牛肉了，我說這玩意兒看着紅彤的，嚼着乾香的，這也太適合做成過年幹不了的小零食了，所以我去買了300斤牛肉、200斤油、100斤乾辣椒和100斤調料。我們打算年前為這事兒再開一次流水線。這次流水線準備的非常充分，提前2天就開準備會了，甚至還寫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計劃表。因為上一代在一起做烤腸4天沒回家的場景還歷歷在目，我說如果這一代但凡再出現一點閃失的話，那哥幾個不是要摟一起過年了嗎？咋啦？這個表呢，1、2、3、4、5幹起來是非常輕鬆的，但是從第6步開始就逐漸要上強度了。因為這冷吃牛肉最好能切成一次用筷子那麼粗，這樣吃着才有乾香，並且還不費腮幫子。這些肉我們切條大概得切了8、9個小時，但這還不是最累的，因為第8步才是這個流水線裡的最死亡環節。我們在開準備會的時候，趴到3令5申，說牛肉可以不去筋，但乾辣椒必須得自己剪絲兒。好家伙，他這一句春不晚，我們就苦苦跟着下江南。這80斤乾辣椒最少都有4萬根，按照每根乾辣椒減2減來計算的話，最少得減8萬減。關鍵不光減的多，那玩意還嗆呢。這減個7、8分鐘就得來一大怪噴嚏，我每次回頭陳浩都搁旁邊淌大鼻呢。後來我跟小胖說，我說這不對呀，趕緊再找幾個朋友來吧。我說再這麼幹下去，沒2小時，陳浩要吃飽了。快給嚴月打電話，哥，我馬上打。哎，你換新手機了？搁哪兒買的啊？轉轉呀，他家二手確實很划算。我這蘋果14 Pro 才花2600，比新的便宜2000多。你看這成色下筆太高了，我尋思該整整該花，沒必要啥都買新的。啊，這價格確實挺合適，靠譜嗎？放心吧，我都轉好幾年了，筆記本、相機都在上面買的，主打一個靠譜，春節還能正常發貨。行，我打完了我也看看去。後來等嚴子和瑞子來了之後，我們這條流水線才算真正開始出活，因為他倆來把潘子和少爺給解套了。這會兒我們就打算把7、8、9、10同時開工了。但這幾個環節在我心裡絕對是巴音布魯克的魔鬼賽段，真的，這裡邊沒有一項是人類該幹的事兒。那潘子個個在那炸的300斤肉得炸了4、5個小時，給牛肉和潘子全炸脫水了。但是不同的是，牛肉是越炸越香的，那潘子炸到最後那多少有點發餿了。許瑞奇刷那口1.4米大鐵鍋就更不用提了，從一口大秀鍋刷成一口好鐵鍋，眼見這人越來越沒有像模樣了，甚至我感覺他那個增生都肉眼可見的大了幾毫米。後來我們又洗的麻椒、辣椒，又打的乾料粉，終於在第4天的中午要準備進到下料環節了。正式來了，來吧！香，麻椒，牛肉，辣椒，辣椒面兒，油，再次下油，调味基本，吃吧。這一大鍋下料下得特別爽，但是推不動。哎呦我這一鍋料真是，我低估它的難度了。我們以前拿這鍋炒火腿料和牛肉醬的時候沒這麼費勁呢，但是這回可能是裡邊固形物實在太多了，加起來乾貨得有400斤，實在推不動啊。我們輪着在這推了2個小時，我的胳膊當時就不一邊粗了，那個老頭都差不點推沒了。不過這個牛肉加完這麼多料炒完實在是太香了，真的我願意稱之為是牛肉界夯爆了一樣的吃法。我甚至都很後悔，我說為什麼我們做流水線這麼多年了才發現這個冷吃牛肉啊。後來就開始做一些晾涼打包這種收尾工作了。等我們在黑板上打上最後一個對號的時候，已經是15號的早上2點半了。我真慶幸啊，就差那麼10來個小時，我們差一點又要坐到同一張桌上包餃子了。來，2026，新年快樂！哎，分刀回家。